盲目追求旗舰模型和高推理档位，可能是你 A 阵成本失控的元凶。Luna 模型成本直接降至原来的1/18，准确率却几乎没掉。这一代为什么小模型反而成了 A 阵的新主力？这就是 OpenAI 刚刚发布的 GPT 5.6家族。这次他们彻底告别了单模型方案，改用了分层模型架构。这套方案到底怎么用？顺着这套方案，你频道其实已经连续追踪了4期。从4月推出基座却导致成本翻倍，到7月尝试长任务优化，直到现在实现了分层编排。这一路走来，技术路径已经从暴力堆算力转向了精细化治理。顺着治理思路，复杂规划交给 So， 日常任务丢给 Terra， 批量分类或高并发上 Luna， 模型按任务分流，不再是那种一个模型打天下的旧路子了。怎么选才最省钱？顺着省钱逻辑，更致命的是价格变动。Terra 和 Luna 分别在7月底进行了2次降价。现在的 Luna 输入每100万 token 仅需 0.2 美元，输出 1.2 美元，用起来基本没压力。顶着这份输出压力，缓存机制成了破局点。写入成本按未缓存价的 1.25 倍计费，但只要命中，读取直接打1折。且官方最低支持30分钟的生命周期，这个窗口期你得算清楚。海着这个窗口期， API 的底层升级才刚刚开始。它允许模型在多轮交互中19化推理过程，不用每一步都推倒重来，原生压缩大大节省了 token 消耗。这步棋直接把推理记忆的全值拉高了。顺着被拉高的全值，实测表现瞬间爆发。在 Browser Use 的106个高难度任务中， Luna 仅花14美元就完成了 78% 的任务。对比之下，同等水平的旧款 SOTA 模型则需要235美元才能做到。这是个典型的认知差。通过 JSRPU 进行程序化工具调用，你可以把确定性的数据处理逻辑彻底移出上下文，让模型只负责高维判断，而不是把资源浪费在循环计算上。逻辑变了，开销自然就下去了。顺着这套新逻辑，实测把响应时间直接拉快 90%， 同时 F1 诊标还提升了5点，性能不降反升，这是很多开发者没想到的。但在上车前有个风险必须提醒，多 A 阵编排目前还在 beta 阶段，处理高风险决策或者需要频繁动态调整计划时，别完全依赖它，兜底策略还是要有的。关于 GitHub Copilot 是否在 Jupyter Notebook 中早有支持，社区一直争论不休。而这东西现在能跑多稳？顺着社区争论的稳定性，最后留下一张落地清单。涉及到高风险决策，别盲目自动化。你要真常处理这些高并发业务，装一个环境测试下，反正开源路子已经铺在那儿了。